样子。林一扯了扯嘴角，实在是想不出来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，就这么画吧。清风可不乐意了，他靠画画挣钱，向来是让顾客满意，自己也满意。现在这情况算什么？他才不能画出最难看的画来。想了想，他放下画笔，吸了口气说道，这么吧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3月8日，华山派贴出一张通告，今天男人正常练功，其他人放假1天。然后岳不群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4口出去玩了。说着，清风大笑起来，却见林一冷着一张脸，没有任何表情。他有些挫败，喂，大姐，给个面子笑一个。黑猫和白猫一起去面试，结果白猫被录取了，黑猫却没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啦啦啦啦啦，黑猫紧张。扑哧一声，林一笑了出来。清风看着林一爽朗的笑声，不禁有点愣住了。片刻之后，回过神来，快速地拿起笔给他画画。你真的不适合唱歌。林一不是因为清风的笑话笑了，而是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五音不全。清风拧了拧眉，哀叹了一声，他的歌声能让他笑也是一个优点。好了，给你。清风将画好的画像递给林一。林一看着白纸上笑着的自己，说了声谢谢，你画得很好看。谢谢，今天这么晚了，基本上都没有人找我画画了，你让我不用再问明天的饭钱担忧了。林一看着面前活力十足的青年，从口袋里掏出钱，才发现他的口袋里只有10块钱，再抬头看着上面的标价，20元一张，他窘住了。清风本来是一脸期待的林一给他钱，可是看到林一拿出的钱，他的脸僵住了。明天是不是又要挨饿了？呵呵，能不能打个折？林一笑问道。算了，这话当是我送给你，不要一直皱着眉头，要多笑笑。如果有烦心事，就试着去解决，如果解决不了，就干脆忘记烦心的事，开心的过日子。清风收起自己的画架，收拾好东西，背起画架就走了。林一拿着手里的画纸，望着清风的背影。有烦心事就去解决，如果不能解决，就忘了。林一拿着画纸，风一般的回头跑，他要回家。他是爱他的，他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愿意相信，那么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一路的狂奔，最后林一喘着大气走进别墅，额头上全是汗水。顾其东，顾其东，林一在客厅喊了几声，没有听到顾其东回应的声音，他便快步跑上了楼梯，进了卧室。第48章发火。一室暗沉，淡淡的月光探了进来。林一啪地打开卧室的电灯，看得的却是一室的凄凉。地板上是他早上扔在地上的西装，上面还有他的鞋印，这里没有顾其东。顾其东，他又没有回家。林一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里面没有一个未接电话，甚至没有一个短信。他没有回家，连通知他一声都没有。他说他不爱他，说得那么坚定有力，全身冰冷，仿佛凉水浇透了他的身体。林一走到床边，掀起被子躺了进去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第二天，林一看到了顾其东的花边新闻，娱乐报新闻的头版整整都是他，上面写了他几次出入某女子的公寓，夜夜留宿，似已经跟那个女子感情深厚，或许会在年底结婚。当林一看到年底结婚这4个字的时候，差点笑出声来。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妻子，所有的人都在顾其东未来的夫人是谁。顾氏集团大楼，郑子浩想要找顾其东投资他新开的医院，谁知来的不是时候。郑先生，我劝你不要这个时候去找总经理。一个办公室的职员偷偷地跟郑子浩说道。郑子浩不解，问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公司出了什么纰漏，顾其东要破产了？不是，总经理这几天火气特别大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动不动就发火。今天一大早进了办公室，不知怎地就大发雷霆，摔了不好东西。郑子浩都走到顾其东的办公室门口，不进去显得自己胆小，看着职工逃脱的身影，他叹了口气，还是进去吧。郑子浩凝了凝神，
想能让顾其东温润的男人发火摔东西，他的脑子里就一个人，那就是林一。可这两夫妻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甜蜜的都让他觉得自己该找个女人结婚了，怎么没几天又闹翻了？郑子浩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睁着大眼睛小心地观察着四周，然后瞥看向背对着他挺直了背脊的顾其东。滚出去！顾其东的声音冷漠到了极致，蕴含着压抑的怒气。没有听到人出去的声音，顾其东猛地一转身。郑子浩咽了咽喉咙，水汪汪的大眼显得有些无辜，看了眼室内的一片狼藉。那啥，摔地够干净的呀。顾其东冷冷地瞥了一眼郑子浩，不去理会他，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。郑子浩也不在意顾其东冰冷的态度，发现顾其东身前的一样物品是完好无损的，不免好奇，你怎么不把你桌上的仙人球给砸了？这个砸起来应该更有味道。郑子浩拿起仙人球在手上掂量了几下，放下！顾其东怒吼。郑子浩身子一颤，差点将仙人球给砸了，他忙放下，呼了一口气，顾其东，你吓人干嘛？到底是什么事情值得你发这么大火？顾其东看向桌上的仙人球，很久以前就有人跟他说过，林一就是个仙人球，别去招惹他，小心刺着。可是怎么办？他就是想要招惹他，就是喜欢他，即使疼也是愿意的。郑子浩顺着顾其东的眼神看向桌上的仙人球，想了一会才明白过来，这玩意是林一算送的。那女人又怎么惹了你了？郑子浩，我为什么就非她不可呢？他就是放不开她，5年前不能，现在更加不能。郑子浩汗颜，心想这不是你自找的吗？谁让你喜欢他来着？有些人不知道哪里好，就是谁也替代不了。就凭他们家里的那些琐碎事，家仇恩怨的，顾其东能和林一在一起还真是个奇迹。是啊，有些人不知道哪里好，就是谁也替代不了。林一是谁也替代不了。第49章，换个女人。郑子浩瞧见顾其东皱眉思索的样子，好奇到底他和林一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想当年，这两人在学校里就是人人羡慕的情侣。顾其东温文尔雅，是每个校园女生梦中的情人，结果被林一这个疯癫癫的女人给俘虏了。得知他们俩在一起时，好多人都没有看好。可他们甜蜜的感情最后感染了那些不看好的人，可最终他们还是分了。顾其东有多爱林一，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说实在的，郑子浩真不明白顾其东这个家伙为什么会选择林一。顾其东，不如换一个女人试试。郑子浩劝道，一个锋利的眼神向郑子浩射去。郑子浩立马低下头，等待心脏不再快速跳动之后，才稍稍抬起头，瞥看顾其东的表情。见顾其东瞧着桌上的手机，郑子浩抬眸望了望顾其东的手机，不解地问，等电话呢？顾其东只是维持着方才的姿势，没有开口回答郑子浩。郑子浩嘴角抽了抽，他被某人给忽视了。哎，配角的命就这样了。在等林一的电话吧。依我看，林一这个狠心的女人肯定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，干脆你就主动打一个过去。顾其东的别墅内，林一侧躺在床上，身子极不舒服，胃一揪一揪的疼，额头隐隐出了一层的冷汗。他抱着的自己的肚子，瞧着床头柜上的手机。林一冷冷地勾了勾唇角，悲哀、伤痛。顾其东一个晚上没有回来，不曾告诉他一声，他却还在这里妄想他会打个电话给他。失望袭来，原来是那么的难受。林一艰难地伸出手，够住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拨打了陆浩秋的号码。林一，有事吗？浩秋，你能来一下某某小区108号吗？林一报出自己所在别墅的地址。陆浩秋听到林一虚弱的声音，忙答应，急切地问，你怎么了？别问那么多，好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郑子浩看着顾其东看着手机不打电话的样子，实在是难受死了，干脆替他做主，拿起他的手机拨打了林一的号码。可是林一的号码打不进去，似乎是被占线了。他瞧了瞧身后的顾其东，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谁让顾其东用一脸期待的表情看着他，这家伙很希望这个电话能通，可是很不好意思，老天爷不答应啊。郑子浩不好意思，干脆又拨打了一遍，这次电话是通的，可是没有人接通。他把手机递给顾其东，顾其东以为电话接通了，笑着看向手机，下一刻他的笑容就僵住了。顾其东失意的笑，深吸了口气，将手机放回口袋里。其东，所谓夫妻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放心，回去好好的收拾一下他，立马就好了。郑子浩嬉皮笑脸地说。他刚说完，就见顾其东拿起椅子背上的西装，往办公室门口走去。真回去收拾他媳妇了？哎，他要的投资还没有要到呢。他来这里是为什么啥呀？就是为了当顾其东的知心姐姐。题外话，何子这几天在疯狂码字，为入 V 做准备。呜呜，我都逃课呀啊呀！第50章，放开我的女人。陆浩秋来的林一给的地址门口，按了下门铃，等了片刻，就见林一打了门。林一一张小脸，苍白的有点让人心疼，一袭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。她套着一件黑色的毛衣开衫，里面是一件素白的长裙。进来吧。陆浩秋进屋，林一刚转过身就身子不稳要晕倒，他忙伸手扶住他的腰身，生病了。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我先拿一下包。林一让陆浩秋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让他送他去医院，因为他自己去完全不可能。偏偏这时顾其东开门进来，看到就是这样的画面。陆浩秋搂着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柔弱地躺在他的怀里，极度的暧昧。顾其东整张脸都黑了，他飙车回来，原来等待他的居然是这样的事情，碰见自己的女人躺在别的男人的怀里，还是在他的家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顾其东低沉的怒吼，他的双手紧握住拳头，愤恨充满了他的脑袋。如果他迟一点来，或者他完全没有想过回来，他们是不是打算在他的家里干苟且之事？林一身子一僵，他偏头瞧着顾其东愤怒的样子。方才他是故意不接顾其东打来的电话，不过他没有想到顾其东会突然回来。看他黑脸的样子，好像是误会了他和陆浩秋。忽然有点好笑，他不就是看到陆浩秋扶了他一下，就生气成这个样子？可是他呢？彻夜未归，他打电话寻他的人，却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，那么他是不是该狠狠地揪着他的衣领，审问一下他？顾其东看到林一嘴角的一抹冷笑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快步上前，对着陆浩秋就是一拳。完全没有设防的陆浩秋实时地挨了顾其东一拳，跌倒在地上，林一被甩到一旁，他跌在地上，头晕目眩。顾其东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陆浩秋迅速地跑去身，向顾其东打去。上次因为林一的父亲，顾其东就给过他一拳，他没有还手。现在顾其东又打了他一拳，林一生病了却打电话给他，他这个老公完全不称职。顾其东也挨了陆浩秋一拳，嘴角上出了一点血。他伸手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，看上手上的血，又看向去扶起林一的陆浩秋。陆浩秋，给我放开林一！他指着陆浩秋，吼道。陆浩秋扶起林一，查看他的身子有没有受伤。林一抓着陆浩秋的手臂，对着他摇摇头，抬头看向顾其东。顾其东，你有没有闹够？顾其东看着林一，低低的笑。林一，我从来也没有要闹。你是老婆，却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，谁看到都会生气。难道你想要我无动于衷？那么我根本就不爱你。我爱你，我才会生气，才会想要打这个男人。浩秋，他只是我的朋友。他妈的朋友，有他这样的朋友在我的家里抱着我的老婆吗？林一咬住唇，他的胃绞着难受。浩秋，我们走吧。他不想要跟这个不可理喻的男人说话了。陆浩秋瞥了一眼顾其东，扶着林一往门口走去。顾其东眼睁睁地看着林一一步步地走，走过他的身旁，走到门口。第51章，走了就别回来，走了就别回来。顾其东冷冷地说，声音轻的也许只有他自己听到。好。门啪地关上，心碎了一地。这个好字是他说的吗？
他到底是怎么狠下心来说出口的？顾其东瞧着这一世的空洞，脱下身上的西装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天气阴沉，太阳躲在云朵后面，都不愿意出来。陆浩秋开车子往医院驶去，偏头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上的林一。林一将头搁在玻璃窗上，手紧贴着自己的小腹，他轻咬着唇，神情漠然。林一，你和顾其东，浩秋，我暂时不想听到他的名字。林一忽然打断他的话，抬眸望向窗外。陆浩秋闭上嘴，不再提顾其东，夫妻两人之间的事情，他并不好掺和。林一受了委屈，被欺负了，他可以帮他出头，但是碰上和顾其东有关的事情，他什么忙也帮不上。看林一这个样子，想起在别墅里林一朝着顾其东吼，那时他的手紧紧地握住拳头，死咬着唇。实际上，这个女人是爱惨了那个男人，不过是谁也不肯服软而已。这样，两人都活受罪。顾其东还说出他走了就不要回来的话，按照林一的个性，今天是肯定不会回去了。此刻，林一的脑子里全是顾其东最后说的那句话，心撕裂般的疼痛。他想要喊，可是不能喊出声。这几天，他伤了，痛了，也累了，想要好好的找个地方休息，什么事情都不想。陆浩秋带林一进了医院看病，林一是没有好好吃饭引发的胃疼，吃几颗药，后面几天注意下饮食就可以了。看完医生，陆浩秋扶着林一走出医院。林一看到前方，一个丈夫扶着自己大着肚子的妻子，缓缓地往医院这个方向走来，他笑了。他曾经想过，以后他和顾其东也会有这样场景，他会特意不去上班，专门陪他去医院看诊。可是，现在他们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？现在我送你去哪里？陆浩秋轻问道。林一收回自己的目光，看了眼陆浩秋，很无奈地笑了一下。浩秋，我能在酒店住几天吗？陆浩秋扶着他往车子的方向走去，边走边说，你想要住几天就住几天。谢谢你，浩秋。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？林一扯出一个涩涩的笑。陆浩秋摸摸他的小脸，有些怜惜地看着他。林一，你可以一直把我当作是你的大哥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，还有永远都不用说谢谢。林一又想要说谢谢，可是忍不住了，没有开口说。他有些小小的感动，陆浩秋从小到大一直很照顾他，完全是无理由无所求的。顾其东说出那句话，下一刻就反悔了。有些话说出去，就像是泼出去的水，怎么也收不回了。在自家的沙发上傻坐了几个小时，耐不住性子的顾其东拿出手机想要给林一打电话，可最终却打了陆浩秋的电话。陆浩秋看了眼自己的手机，上面显示着顾其东3个字，顿了几秒，还是接通了。喂，他的语气并不好。林一在哪里？陆浩秋气愤，现在知道来关心自己的老婆了，刚才却说出不让他回家的。总是嘴硬的鸭子活受罪，这会儿知道问他来要人了。医院？什么？他怎么会在医院？顾其东心惊，他一会儿没见他，他怎么就会进了医院呢？陆浩秋想到林一的委屈，就想要耍一下顾其东，低沉道，你刚才没看到他的脸很白吗？他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才救我来送他去医院。你一回来就莫名其妙地朝他发火，还说那么狠的话。他现在在哪个医院？人民医院。顾其东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去，他根本不会愿意见你。陆浩秋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顾其东挂断了电话。顾其东挂断电话，摇起车钥匙就往外面冲。第52章约见入 V 公告，他飙车去了医院，还闯了红灯。到了医院，问遍了整一幢住院楼，都没有林一这个人。顾其东最后打了林一的电话，林一这时正坐在酒店的沙发上看电话，看到是顾其东的号码，他接了。你在哪里？顾其东的声音很急，还带着微微的喘气声。酒店。林一并没有瞒他，不是在医院吗？怎么现在在酒店了？林一不耐烦地说，谁告诉你我在医院了？好，我们不说这个，你告诉你现在在哪个酒店？顾其东，你别来找我。
我们今晚最好不要见面，大家都冷静地想一想，想想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想想对对方不好的地方。想清楚了，我们再见面，否则我真不知道我们要吵的什么时候。林一轻轻地说道。顾其东依靠在车子旁，听着林一的话，想到这些天和林一的争吵，他其实也烦了，不想再和林一闹下去。好，那我挂电话了。顾其东忙喊住，别，林一，照顾好自己，我怕你生病，不要生病。林一挂断电话，眼里瞬间溢出泪水，他扑倒在床上，透明的泪水滴在被子上，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顾其东怕他生病，可是他已经生病了。他不怀疑顾其东对他的感情，可是两人的相处总是会存在矛盾，有矛盾，吵架就免不了。重要的是，最后是哪个人妥协，谁去哄谁。两个人总要有一个愿意退让的人，否则两个人会一直僵持了，感情也会慢慢的破裂。顾其东躺在家里的被窝里，他一夜没有睡好，身边没有一个人让他抱着睡觉，很不习惯。也不知道林一住在酒店习不习惯，身子是不是有不舒服，他想他有没有想他。第二天，林一很意外接到一个陌生号码，不过听着声音觉得有些熟悉。林小姐，是吗？陈素素问顾其东要了林一的号码。你是哪位？林一接电话，这时候正好坐在公交车上。我叫陈素素，是顾其东的情妇，我想约你见个面。陈素素说情妇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差点笑出声。可是听到这话的林一愣住了，他听出来了，打电话给他的是那次晚上陪在顾其东身旁的女人，他现在自称是顾其东的情妇。如果说这话的是夏薇然，林一根本就不会相信，可是现在这位不是夏薇然。陈素素和林一约在一家特色日本料理店里面，陈素素先到了，点了几个寿司，坐在那里吃。林一因为从没有见过这位自称顾其东情妇的女人，所以他四周巡视了一眼，也没有确认出哪个是陈素素。倒是陈素素认出了林一，顾其东的钱包里藏着一张林一的照片，照片上的林一清新带着点学生气，跟现在大相径庭，可模样没有怎么变化。他抬起手招呼林一过来，林一瞧见一个穿着白色卫衣套装的女人向他招手，顿了一下，迈步走上前去，开口就问，是你约我出来的？陈素素点点头，第一个感觉就觉得林一是个直爽的女人。坐吧，吃寿司吗？陈素素看看桌上被她吃的差不多的寿司，不如你自己点几个爱吃的吧。陈素素的话让林一觉得他们俩是非常熟络的老朋友，这是一场聚会，而不是情妇约见正房。不用了，我对日本料理不怎么感兴趣。你不喜欢吃，早点说嘛，我可以换地方跟你见面。不如现在我们就走吧，去你想吃的地方。陈素素从林一坐下就一直在打量面前的女人，想她到底有哪一点吸引顾其东的。不用了。林一从来就不是个喜欢卖关子的女人，她见陈素素还没有进入正题，干脆就直接问道，你约我，想说什么事？她的意思很明显，有什么就快点说。陈素素压根就忘了自己曾说过是顾其东的情妇，听到林一冷硬的声音，起初还有些诧异，想他哪里得罪他了，可回头那么一想，才恍然觉悟。他讪讪的笑笑，林小姐，顾其东和我在一起。题外话，亲们，明日要入 V 了，请订阅正版，支持正版的娃都是好孩子。盒子在这里跪求手订，求手订啊，大家赏个脸看看呗，哈哈。顺道推荐一下好友的文，强婚染指娇妻，又请已婚示爱。第53章 S 与 M 要不要试试？求手订。林一身心一颤，强忍住心底的不舒服，不回应，等待陈素素后面的话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说他很难受，还喝了不少酒。难受？跟他在一起难受吗？还喝酒？喝酒是不是容易办事？林一气得咬牙。陈素素见林一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忙说道，你不要误会，实际这像顾其东一样的男人，哪一个在外面没有个女人？有时候啊，这女人越多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。你看，
古时候，皇帝不就是有个3宫6院、3000佳丽，连整个皇宫的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。他本来是想要解释他和顾其东之间的关系，可看到林一表情僵硬、吃醋、生气的样子，突然想要试探试探，若是林一发大怒，则说明人家心里有顾其东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。放屁！林一骂道。林小姐，说脏话是不对的。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顾其东上次也骂了脏话，他的女人又朝他骂脏话。林一咬了咬牙，拿着手里的一杯水，瑟瑟发颤，他很有种冲动，将手里的水倒在陈素素的脸上。陈小姐的耳钉很漂亮。林一看着她的耳垂。是吗？我也觉得，我很喜欢这对耳钉。这是情妇的报酬吗？陈素素怔住。顾氏集团大楼顶层，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一堆秘书面色着急的在门口踱步，刚好夏薇然过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夏薇然前段之间一直在家里休养，今天才刚来上班。总经理今天的脸色非常难看，已经骂了好几个部门的主管，现在财务部的主管正在里面挨骂，据说是财务报表上有错别字。其中一个秘书说道。秘书的话刚说完，总经理办公室门猛地被打开，以为是财务部主管出来，谁知出来是顾其东总经理。他拿着手机，面色焦急地往外面走，瞧都没有瞧等在门口的一群人，坐了专属电梯直接下了楼。夏薇然没有反应过来，忙问出来的几个财务部门主管，怎么回事？总经理怎么这么着急？有什么事？我们也不太清楚，总经理刚还骂得火热，可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出去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顾其东坐电梯直接到地下停车库，坐上车子，发动，猛踩油门，跑车飞速地开了出去。给他打电话的是陈素素，陈素素跟他说他约了林一吃饭，还说他自称是他的情妇。顾其东气得冒火，觉得陈素素是闲得慌，欠揍。一路的狂奔，秋日的太阳不是特别的火热，倒是蛮清凉的，可顾其东心里有一团火，即使是这么好的天气，也没让他觉得舒坦。他赶到的时候，陈素素和林一面对面坐着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像是感觉顾其东的存在，林一转头一瞥，看到顾其东行色匆匆的样子，勾起一丝冷笑，这么着急，怕我欺负你的情妇啊？想起曾经自己问过他有没有养情妇，记得当时他说你觉得呢？他那时相信他不会，现在这场景完全是自打嘴巴，让他自以为是。见顾其东冷着脸不语，林一愤懑，让你的情妇给你生孩子去吧。林一朝着顾其东吼道，满腹的怨气不知道如何宣泄。陈素素看着这情形，心中大喊糟了，这两人怎么吵起来了？她这才了解林一不是个会服软、会撒娇的女人，性子是直爽，可这不会向男人服软的女人很容易受伤。你再说一遍。顾其东瞪着林一，额头都蹦出了青筋。他居然敢说出让别的女人为他生孩子这种话来，他不知道他心里会难受吗？让你的情妇给你生孩子去，休想我给你生孩子。我嫌你脏。林一也是气得头上，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。顾其东不怒反笑，松开握紧的拳头，抬起手轻柔地抚摸林一的脸。他突如其来的温柔让林一身子一颤，全身绷紧，只感觉到他粗糙的手指在他的脸上流走。他知道顾其东生气了，他就是想要惹怒他。本以为他会朝着他大吼或是打骂，可反常的亲昵温柔让他不知所措。林一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信过我。轻轻的一句话道出了此刻顾其东的心酸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收回自己的手，转身离开。林一愣愣地看着顾其东离去的背影，心一揪一揪的疼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信过我。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什么解释都没有，什么也不说，让我如何信你？陈素素傻了，她猜到了开头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结尾。她看向林一，看到林一低着头，什么表情都没有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陈素素揉着自己的头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忙对林一说道，其实我根本不是顾其东的情妇，
我们顶多就是朋友关系，我说的情妇完全就是骗你的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。现在可怎么办好？林一抬起头，盯着陈素素的耳垂，你说你不是顾其东的情妇，那么你的耳钉是怎么回事？陈素素摸摸自己的耳垂，这才想起来这对耳钉是自己看到顾其东的那一对很漂亮，找了好几家金店才找到差不多类似的。林一从一开始并没有相信陈素素是顾其东的情妇，顾其东从来不屑于撒谎，如果他真的养情妇了，那么他会直接跟他说，并不会隐藏。让林一相信陈素素是顾其东的情妇，是陈素素耳垂上的一对银耳钉，耳钉是一男一女造型的银耳钉。5年前，林一和同学去贵州游玩的时候，发觉那边的银饰品挺实惠的，就定做了一对耳钉。一男一女的造型完全是根据他和顾其东来做的。林一当时回到学校就逼着顾其东去打耳洞，那时顾其东死活不肯打耳洞，说男人打什么耳洞。林一就拿出自己定做的耳钉，说既然他没有耳钉，那么他就把女孩子造型的耳钉送其他男人去了。顾其东夺过耳钉，不让林一有机会将耳钉送给别的男人。后来顾其东还是没有打耳洞，只不过将耳钉改成可以不打耳钉就能戴的那种。我想你误会了，这耳钉是我自己买的，不过是看顾其东的那一对煞是好看，才选的款式差不多的。这人物造型完全不一样，只是看得远才会觉得是一样的。林一有些被搞糊涂了。我就这么说吧，我是3年前和顾其东认识的，算是朋友。昨天他来我家喝酒，你别误会，就是单纯的喝酒，我对顾其东这类的男人并不感兴趣。若是我喜欢，现在你也没有机会和他破镜重圆了。他昨天心情不好喝酒，是因为你。其实从我认识他开始，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。我想你应该也很明白他对你的感情，我也没有资格对你的感情多加评论。林一看着陈素素认真的话语，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，他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拿起包走出了日本料理店。陈素素看着林一急匆匆走出去的身影，无声地笑了。真正的有情人，往往不会一帆风顺，经历过风雨，才能拥抱着一起看黎明。他转头看向窗外，见到一家牌酒店外面华丽的场面，一排的肯林车缓缓停下来，穿得整整齐齐的门卫飞快地跑到第一辆肯林车前，打开车门，一双笔直的长腿迈出车门。明明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做，却给人凛然的气势，王者之范。向上看，他的面容并不英俊，明明隔得很远，陈素素不知怎地，好像看到了他额头那条浅浅的疤痕。男人的目光射向这边，陈素素反射性地转开目光，明知道他并没有看到自己，可是心里却发虚。林一直接打了的士去了顾氏集团大楼，前台小姐直接将他拦了下来，不让他进去。林一想要见到顾其东，什么也不管了，直接推开前台小姐往里面冲。前台小姐不停地跟他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去，可林一就是什么也听不进去。前台小姐看拦不住林一，忙打电话叫了警卫。林一看到拿着电棒的警卫过来，站住了脚步，不往里面冲了。我要见顾其东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没有预约，我们总经理不会见任何人的。你去说一声，就说林一要见他。林一耐着性子说道。前台小姐没有办法，只好打电话到总经理办公室。对不起，总经理说不见。前台小姐不好意思地说。林一气得咬紧了牙，掏出手机打顾其东的号码。电话接通，林一柔和了声音喊了一声其东。顾其东怕是没有料到林一突然会这么温柔，心里那股气还没有消，却一时也发不出来，硬着声音说什么事。林一听顾其东的声音虽然不柔和，却也不怎么冷，就装温柔的方法有用，就忙使出苦肉计。其东，你公司的警卫推了我一把，我的脚好疼。一个疼字刚落，顾其东就打断了电话。林一被顾其东挂断了电话，以为他不想要理会他，突然觉得委屈了。一旁的警卫方才听到林一说他推他，这样被冤枉，恼了。这位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乱说话？请你出去。
林一心情失落得很，转身要往外走。他刚转身，身后的电梯就开了，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跑出来。林一回过头，见到顾其东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他飞快地跑过去，抱住顾其东的身子，头埋入他的胸膛里，喃喃地说：“老公，我错了。”老公这2个字让顾其东的身子软了，差点没有抱不住林一的身子。他硬着心伸手推开林一，见他根本是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气得转身离开。林一瘪了瘪嘴，忙追上跟在后面。前台小姐和警卫看着这一出，张大了嘴，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总经理真的和这个女人有关系，而且看上去关系还不一般。很快，总经理的新欢跑来公司这件事传遍了顾氏集团，被公司的职员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林一跟着顾其东进了他的办公室，顾其东根本就不理会他坐在办公椅上看文件，林一有些无趣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。坐了一会儿，林一站起身走到顾其东的面前，说：“你不打算理会我了吗？”他不语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“你倒是说句话啊！”林一受不了顾其东这种闷不哼声的状态。有句话，闷不哼声大发财。林一可不这样觉得，他伸手扯扯顾其东的衣服，他不理会他，他继续扯。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林一做错了事，只要求饶地扯扯顾其东的衣角，他总会坚持不住而理会他。这次他想，他依旧会理会他。这样过了好几次，顾其东才抬起头来看着他，面无表情，目光冷淡。林一突然觉得有些挫败，他这副表情让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他不是矫情的人，做不来娇滴滴撒娇的模样，只有嘟着嘴愣愣地看着他。想说什么，说吧。顾其东鼓励他。孩子其实就没有存在过，我是一时兴起才骗你妈的，可是没有想到你会听到。我一度想要解释，可不知道怎么说。尤其是看到你这样想要孩子，喜欢孩子，我更加不知道怎么告诉你，其实我没有怀孕。我在乎孩子，只是因为他是你和我的孩子。顾其东说。那你还要为不存在的孩子跟我生气？林一瘪瘪嘴。顾其东有些泄气，你以为我就生气这一点？那还有什么？林一疑惑不解地道，他没有其他骗他的事情了呀。你给我出去！顾其东怒了，指着办公室的门，冷冷地道。他是气他不懂他的心，不知道他所在乎的。林一听他这么一吼，心凉了半截，将手里的包包扔在桌上，怒道：我哪里惹你不高兴，你就直说。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恼怒什么？我是你的妻子，并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请你理解，我不能和你做到心有灵犀，因为所谓的心有灵犀都是凑巧。不要像个娘们一样藏着掖着，有什么你倒是说啊。顾其东被说的一愣，张开嘴又合上。林一，我只是要你自己想。我告诉了你，以后你还是不能理解我。林一咬着唇思索，想着那天和顾其东母亲的对话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最后才缓缓说道：顾其东，你会向我提出离婚吗？顾其东听到离婚这2个词，脸都黑了。你想都别给我想。你不会提出离婚，我又怎么会同意？我懂你的心，才会肆意的在你母亲那样说。你还生我的气吗？林一就是仗着顾其东爱他，不会愿意和他离婚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，并不是不在乎，而是因为过于自信。好。林一皱眉，好什么呀？这一页翻过去了。顾其东略有些别扭地说。林一笑了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：顾其东，我不高兴了。原因？你的那句话伤到我了，我让你收回去。林一认真地道，觉得顾其东桌上的文件很碍眼，因为他会吸引他的目光，抬手将文件合上，让顾其东正视自己。顾其东自然知道是哪一句话，其实在他说出口之后就后悔了，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说了就是说了。说出去的话怎可以收回？如果可以，他会愿意收回那句话。我说能就能。林一有时候是固执的。好，我收回。林一笑了，问道：我定做的那一对耳钉还在吗？
本来是1人1只的，可是当时林一离开的匆忙，并没有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只耳钉带走。他相信顾其东应该会将它保管好的。早扔了。顾其东有些自嘲地笑了，那对耳钉正好好的躺在他的钱包里。他走的那1年，他像个傻子一样去打耳洞，整整将耳钉戴了1年。因为无意间掉过1次，后来他怕丢了，干脆放在了旧钱包里。这个女人回来这么久，一直都没有发现她的耳垂上已经有了一个洞。你撒谎。我是撒谎了，可是林一，难道你还要将你不要的东西收回吗？顾其东有些稚气地道。如果说我要收回属于我的呢？条件？林一怒，为什么你总是要求条件，就不能直接给我吗？林一，别忘了，我是生意人。顾其东笑道。林一叹了口气，问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？给我一个孩子。顾其东酷酷地道，似乎这个孩子是林一说给就能给的。林一片刻错愕，失笑道，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都可以。他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只要是他们的孩子他就喜欢。他也只愿意让他为他生儿育女，陪他终老。林一颇有些无奈，忍不住伸手捏捏顾其东的耳垂说，那就要靠你呀。他话语刚落，顾其东就将他扯到身上，让他坐在他的大腿之上，一只手紧搂着他的腰身，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，目光紧紧地锁住他，眼中满满都是对他的宠溺和爱恋。林一忍不住沉浸其中。他低头轻啄了一口他的嘴唇，暧昧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我现在就想要生个孩子。林一笑，捏玩着顾其东的耳垂，仰起头吻了一下他的下巴，你行吗？他的意思在他的办公室行吗？可是男人就是听不得女人问他行不行。男人是靠金钱地位和自己的生理能力来论高低的，一个有自尊的男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不行，何况是我们的顾大少爷呢？他猛地含住他的唇，激烈而迅猛，林一根本无法反应，唯有接受。办公室里面激情是相当的刺激的。办公室一向来都是给人严肃认真的感觉，那是办公的地方，怎可以作为男女欢爱的场所？不过，既然顾其东愿意想在办公室里激情一把，可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了。因为只要他想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男人的攻势很猛，猛得让女人后悔问出那一句话。林一软在顾其东的怀里，眼角瞥看到办公室的大门，惊呼，办公室的门还没有锁，万一有人进来将他们看光了怎么办？林一的思维就是不一样，在办公室里做夫妻和谐之事，想的不是羞愧，还是怕被看光。其实现代的男女谁没有看过一点片子，露点的照片，岂会关注他们的？没时间了。顾其东吻着他的颈脖，双手在他的身上到处点火。其实他根本就不怕有人进来，因为谁也不敢贸然闯总经理的办公室。林一喘着粗气，早就软成一团了，可还坚持地问道，你这里有休息室吗？没有。顾其东有些不耐烦，嫌他问题怎么这么多，干脆抬头堵住他的嘴，激情四溢呀。林一心想，这什么破总经理办公室啊，人家小说里面的办公室都是有休息室的，就他的没有，他为什么要搞特殊？顾其东察觉到女人的不专心，男人就是不能女人在他怀里的时候还想着其他事情，于是顾其东使坏地揉捏了一下他的敏感，逼得林一惊喊了一声，气恼地捶打他的胸口。其实力气根本就不大，因为根本就舍不得真的打他。林一扭着身子，摩挲着更加的惹火，他低吼了一声，不再忍耐，将桌上的东西扫落在地上，抱起他放在桌上，随后俯身上去。一切都进行得如火如荼，顾其东刚得逞的时候，有人就闯了进来，一下子就泄了出来。顾其东忙将自己的西装将两人的重要部位遮住，抬头看向那个不知死活的，瞧见李俊傻眼错愣的妖孽脸蛋，一股怒气涌了上来，吼，滚出去！李俊看到这副场景，也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忙转身出去，差点都忘了关门。林一这没脸没皮的却笑了，拍拍顾其东还黑着的脸蛋，顾爷，您真的不行了，
要不要本宫给您买一点伟哥尝尝？顾其东狠狠的一顶，咬了一口他的嘴唇，嘴硬，回去收拾你。林一心中大喊糟糕，今晚怕是死期到了，顾其东不知道要怎么折腾他了，他要不要出去躲一躲，今晚不回家了呢？顾其东先将林一收拾好了，再穿自己的衣服，对着门外喊了一声进来。李俊拉拢着脸，知道自己闯大祸了，也不敢抬头看顾其东，说有什么事，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你就等死吧。这种一秒泄了的奇耻大辱，顾其东怎么会轻易的就算了？李俊身子一哆嗦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东子哥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，只不过是嫌日子过得太平，无聊来顾其东这里晃悠晃悠，谁知道会碰到这事。如果早知道会让他撞见东子哥的好事，打死他都不会来了。偷偷地抬起头，瞧着一眼顾其东，见顾其东的脸色极其难看，知道东子哥是不会原谅他了，只好委屈地睁大大眼睛看向林一，嫂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帮我说句好话吧。林一想，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如果是故意的，顾其东怕是会把他千刀万剐。让我帮你也可以，你让莫西当你的正牌女友，我就帮你。林一想起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，他是真喜欢李俊，他就当个媒人顺水推舟，让他们在一起好了。李俊想到那个魔女，一脸的不愿意，可是想到被东子哥收拾，还不如跟感冒药在一起强，于是无奈地点点头。你好像不怎么愿意，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可不喜欢勉强别人。林一假装说道。李俊忙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我这就发短信告诉莫西，你们今晚就约会吧。林一从包里掏出手机，编辑了短信。别，我今晚有事没空约会。李俊实际根本就没有事情，这些天他好不容易甩了那个小尾巴，可不想这么快又被他给缠上，他还想要过几天逍遥日子呢。林一哼了一声，意思很明显，若是他敢不同意，就等着被顾其东收拾。李俊咬着唇，委屈的点点头，好，我去约会。林一笑，这就乖了，他说让你去他的单位接他，然后你们去约会。李俊认命的再次点头。顾其东有些失笑的看着这两人在他面前谈条件，还是有关于他的。林一，你打算怎么帮他求情呢？他十分的好奇。林一诡异的笑，不管李俊在不在场，抬手臂勾住顾其东的颈脖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又吻了一下他的嘴角，快速地放开。知道他不愿意在别人面前与他亲热，所以他速度飞快地做完这一切。顾其东勾唇一笑，不语。李俊有些忐忑地瞧着顾其东，又看看林一，可以放过他了吧？林一抚了抚他有些褶皱的西装，抬头问道。勉强。林一在顾其东耳边说的是，我给你生个孩子。林一笑得开怀，知道他松口了，忙转头对着李俊摆摆手，你可以走了，你东子哥放过你了，还有别忘了今晚的约会。李俊像是得到了免死令牌似的，转身逃窜而去，留下顾其东和林一在办公室内。顾其东勾起一束林一的长发，柔声说道，今晚我们也约会吧。干什么？林一问。顾其东缓缓地靠近林一，在他耳边谄笑道，床上约会，如何？去死！林一羞恼地推开顾其东，瞪了他一眼。怎么？不愿意？那我去找别的女人了，比你漂亮，比你身材好。顾其东玩笑道。你敢？林一一把揪住顾其东的衣领。顾其东抓住林一的手，放到嘴边亲吻，我当然不敢了。爱有时候真是奇妙的东西，两个人明明什么也没有干，却无限地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爱意。莫西今天特别兴奋，因为要和他的李郎约会了，他早早地将自己的任务完成，等着下班。莫西出来公司，一眼就看都倚靠在骚包车旁的李俊，可看到李俊手臂搂着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时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不过莫西是谁呀？他就是活脱的一只兔子，疯疯癫癫的，即使是忧伤，也只会在脸上停留1秒钟。李俊眼睛瞥看到莫西，
假装没看到，低头在美女耳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引地美人娇笑连连。李俊就是个妖孽，在众人眼里就是个轻浮放荡的花花公子，可他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一份优雅是掩盖不住的。现在他就是这么简单的站在那里，就惹得路人频频回头看他。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美人儿，自然的美人。莫西一蹦一跳的跑过去，站在李俊面前，瞧了眼他身旁的美女：“你来接我呀？”他笑得开心，明显看到他旁边的美女不高兴和对他的不屑。可惜莫西不在乎。李俊瞧着莫西笑开了花的脸蛋，他真怀疑这个整天说喜欢他的女孩子根本就是骗人的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吃醋不悦的样子。好歹现在他是他的男朋友了，居然都不发挥一下女朋友的特权。莫西没反应，李俊觉得特别没意思，可还是不想这么就算了，故意搂紧了美女的腰身，吻了一下她的脸蛋，挑衅地看着莫西。莫西盯着李俊的唇，愣愣地说：“李俊，你把他脸上的粉都吃进去了。”美女脸上可都是一些化妆品，涂了厚厚的一层粉。李俊是个有洁癖的人，一听到这个忙推开身旁的美女，正好这时莫西递给他一张餐巾纸，他接过忙擦擦嘴巴，对着那位错愕无辜的美女道：“给我走，走，别让我看见。”李少。美女楚楚可怜地望着李俊，他还不容易摊上这么个大爷，还没有得到呢，怎么愿意放手？李俊瞧着美女白粉粉的脸蛋，又看看莫西纯天然无修饰的脸庞，觉得特别的烦。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，随意的填了个数字，扔给美女让她走。美女看了眼支票上的数字，顿时愉悦了，放好支票看了眼莫西，乖乖的走了。她走的那一眼让莫西特别的不舒服，似乎在说：“你也等着收支票吧。”还有没有纸？李俊问莫西。莫西摇摇头，他的包里就只剩下一张餐巾纸，刚才给了他，现在自然是没有了。他仰起头亲吻了一下李俊的唇，没有了。莫西认真的笑容让李俊傻眼了，站着好久没有反应。反应过来后，有些不自然的说道：“上车，我们去约会。”他率先上了车。莫西望了望天，瞧见天边的太阳，笑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莫西坐上车，系好安全带，瞥了一眼专注开车的男人，她真的很漂亮，漂亮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他想，若不是因为她这么漂亮，也许他不会这么快喜欢上她，不过还是会慢慢喜欢的。看着窗外远去的建筑，他有点恍惚，有点不敢相信她已经是李俊的女朋友了。李郎，我们真的交往了吗？莫西傻笑，嘴角深深的酒窝掩盖不住他的兴奋。你想是假的也无所谓。李俊眼睛看着前方的路段，轻轻地说。莫西摇头，才不要，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。李俊转头看了一眼他，问：感冒药，你谈过恋爱吗？莫西再次摇头，他是真的没有谈过，所以他是他的初恋。他问他：你谈过吗？当然，本少爷的女人多的是。李俊颇有些骄傲地说道。不是，你对那些女人没有爱，我是说你有爱过别的女人。林一再次强调，是真的喜欢的那种。李俊沉默了，眉宇微微的皱起，似在回忆什么。莫西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有过喜欢的人，也许现在还喜欢，不过没关系，迟早他也会喜欢他的，他有那个信心。你想去哪里吃饭？李俊过了一会儿问。不是去约会吗？怎么变吃饭了？莫西傻乎乎不解地问。李俊皱眉，约会不就是吃饭、看电影、压马路、逛街，真是的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。好，我们去吃饭，我想吃牛肉拉面。莫西兴奋地道，他好久没有吃拉面了。拉面？李俊的眉宇拧到更紧了，这么没档次的东西，也就这个女人会喜欢。哪里有拉面？我的母校前面的小吃街就有，我们去那里吧，你在前面转弯。莫西指挥道。当李俊走进拉面小吃店的时候，一脸的嫌弃，这种地方的东西能干净吗？莫西看穿了李俊，忙说道：你别小看这里，这个店比大酒店都干净呢。阿姨特别的认真，都把菜洗得很干净，
桌子都会擦好几遍的。你在这边坐下。莫西拉着李俊在一个空位上坐下。店里的阿姨看到莫西特别的吃惊，笑道：小西，好久没有来了。阿姨特别的热情，满脸的笑容。莫西也显得很高兴，对啊，我好久没来了，阿姨，我可想念叔叔煮的牛肉拉面啊。阿姨听这话更高兴，好，现在就让叔叔给你做。还有，这位是小西的男朋友吧？真帅，小西真有眼光。李俊听着阿姨说他帅，心里高兴，骄傲地瞧着莫西。莫西不理会他，对着阿姨说：阿姨，2碗牛肉拉面。好的。李俊忙说道：我的香菜多放少放料。好。阿姨说：牛肉切片别切块。好。面多煮会儿。好。还有别的要求吗？阿姨问。没了。好。阿姨转身朝着厨房喊了一声：2碗牛肉拉面。随后转身招呼其他客人去了。莫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李俊是黑了脸。别墅内，顾其东站在床边，苦逼地将床单扯下，看着上面那一滩红的，真想要仰天大吼。他今晚正想要好好收拾一下他的女人，好久没有做了，可哪里知道林一的亲戚来了。他将林一压在床上，将她的衣服全脱了。都到了激情难耐的时刻了，才发现林一的例假来了。他退也不是，不退也不是。最后，林一咬了牙，推开身上的顾其东，跑进了浴室，留一柱擎天的顾其东在床上。林一裹着浴巾要出浴室，顾其东拿着床单进来，他看到床单上的一滩红红的，就觉得抱歉，瞧都不敢瞧顾其东，谁让他扬言说要给他生孩子，今天是肯定生不成了。顾其东步入浴室，瞧了一眼滚着浴巾、身子微湿的女人，颈脖处有一滴水轻缓地滑下，直到浴巾里面，勾得他心痒难耐，干脆就不看了。将床单扔进桶里面，又放了水，拿了肥皂就洗。林一看着他洗着那一块，忍不住面红耳赤，你还是不要洗了，放洗衣机吧。这个洗衣机不能洗。顾其东淡淡地道，哎，欲火不泄，他的心情也好不起来。那放着，我来洗。林一拉着浴巾低头说着。顾其东抬头瞥了他一眼，你不能碰冷水。口气有些硬，他是气他连现在这身子能干嘛不能干嘛都没记清楚。你要洗，就把我的裤子也洗了。林一瞧了眼被扔在角落1楼里的粉色三角裤，上面还染了一块红红的。顾其东轻笑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洗内衣。他话是那么说，不过还是把他的粉色三角裤拿了过来，放进盆里。林一一点也不意外他会愿意给他洗内衣内裤，以往他们的交往的时候，顾其东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洗内衣内裤。当时他们交往并不深，林一看到他手里自己的衣裤，红的整张脸都发烫了。那时他就想，哪有男人洗女人的贴身衣物的，即使是有，怕也是男人爱极了女人才会愿意吧。林一坐在床边，看着顾其东将他的贴身衣物挂在阳台上，外面的月光照得他这个人格外的美，他心里是感动是喜欢。顾其东晒完衣服，走到他面前，敲了敲他的小脑袋，快睡吧。林一抱住他的腰，将脸贴在他的小腹上，你陪我睡。顾其东心里却是哭得很，身边睡着一个大美人，还是自己心中所爱，可什么也不能做。恨死大姨妈啊！埋在顾其东的怀里的林一偷偷地抬头瞄着他，嘴角隐隐地勾起。让你今天在办公室里宣言要让我下不了床，哼哼，我急死你，憋死你。其实他是故意的，就是要让顾其东抱着他，想要却得不到，心痒却不能抓。这一夜，顾其东在煎熬中度过，而林一这个女人是睡得被抱。下班后我去接你，回家吃饭。顾其东给林一打电话说道。好啊，林一应道。顾其东又说道，是回春秋园吃饭。这下林一愣住了。春秋园是顾家的老宅所在，是顾其东爷爷住的，当然顾其东的母亲和二叔家也住在那里。可是他怎么会突然让他和他回春秋园吃饭呢？
他家里人大多数可都还不知道他们俩已经结婚的事情，现在他和他的母亲又有诸多矛盾，晚上回去吃饭合适吗？顾其东可不可以？他是有点退缩，他们的婚姻经受不起各种的风浪。不行。顾其东直接拒绝他的要求，他的女人从来都不是给人欺负的，他的亲人也不可以。他要告诉所有的人，林一是他顾其东的心坎里的女人，他保护的女人，谁也别想欺负她。好吧。林一妥协，有顾其东在他身边，他不担心。挂了电话，泱泱就跑过来了，对着他嚷嚷：一姐，我们客房部来了几个新人，都是顶呱呱的美人儿。我刚才蹲厕所的时候，听到一些八卦，说那些女人其实都是有背景的，安排到客房部不过是个幌子，都是想要靠近我们陆总。厕所真是个八卦的好地方，林一感慨。他作为客房部的经理，自然是清楚来的几个新人是什么货色，不过这种事也轮不到他愤慨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罢了，只要不要给他惹是生非就行。那几个新人就交给你管了。林一对着泱泱说道。泱泱啊了一声，惊奇又惊喜地望着林一：一姐，你说真的吗？他可从来没有当过头，这次会是一个新的体验。去吧，出了事可是你的责任。泱泱连连点头。林一突然又想起陆浩秋和杜柔离婚的事情，难道是陆浩秋离婚的事情在业界已经传开了？所以多大老板都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女儿都让陆氏酒店送。也不知道现在杜柔怎么样了。想到杜柔在医院里和他说的话，他心里觉得酸酸的。杜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并不想要和他绝交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形，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和他化干戈为玉帛。林一想着，便出了办公室，上了楼梯，直达总裁办公室，敲了门，直到听到进门2个字，才推门进去。有事找我？陆浩秋抬头望了他一眼。你知道杜柔在哪里吗？林一直接问道。陆浩秋目光一正，是没有想到林一会这时候上来跟他这事，听到杜柔这2个字，像是刺中了他心中的某一块，有点难受。上班时间，我不希望你跟我谈论私事。陆浩秋淡淡地道。林一才不怕陆浩秋，照样说私事。你真的和杜柔办理离婚手续了？陆浩秋的脸彻底黑了，不由得声音也粗了。我说了，上班时候不聊私事。你这是在逃避，为什么不敢和我聊杜柔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林一的声音比陆浩秋的更响。陆浩秋站起身，双手撑着办公桌面，眼眸盯着林一。我他妈就是一混蛋，和杜柔结婚的5年，心里想的全是你。现在他和我离婚了，整天脑子中全是他，最终我发现我对你根本就不是一种爱。从小习惯了保护你，为你做任何事情，长大了也是一样，会认为你是我的。从小到大的喜欢，让我觉得我是爱你，自然而然的就忽视了身边的人。我以为我不爱他，我也对他说过我不爱他。可是最后，我才发现我根本离不开他了。这5年里，他渗入了我的生命中，成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就像是握着自己的手。可是谁会把自己的手给砍了呢？林一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可那是对朋友、亲人的喜欢。我发现我爱上杜柔了，可是他已经离开我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林一看着陆浩秋歇斯底里地说完这些话，心里颇不是滋味。你回去找他。他说。陆浩秋失笑道，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我去哪里找他？一个人若是不愿意见到你，就会躲得远远的，不会让你找到。杜柔就是有本事让陆浩秋找不到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会帮你找到他的。林一想，陆浩秋和杜柔离婚，他也是其中一个因素。他会帮忙找到杜柔，陆浩秋从小到大就一直很照顾他。他也一直在享受这种被爱的感觉。其实他有时候也是自私的享受别人对自己的好，也没有付出。厕所八卦处，哎，你们说我们客服部经理林一跟陆总裁是什么关系？我刚才还看到他跑去总裁办公室找陆总裁。
A 职员说道。B 职员露出不屑的目光，阴阳怪气地说，他暗地里不知道跟总裁有什么见不了人的勾搭，哼，也不知道总裁看上他哪一点了。对了，你们说林经理有没有男朋友？ C 职员好奇地问道。这可不清楚，平时没。